哇哦！您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江苏省盐城市，我叫周德廉，56岁。大家好，我叫周东奇，今年28岁，来自江苏南京。请问二位来自哪个剧组啊？年轻的是邹导，这是主角老戏骨。哦，还真像。我们不是来自哪个剧组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汉服爱好者。然后因为之前给我爸拍了一组变装视频嘛，然后没想到在这个短视平台上火了，然后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。今天给我爸穿上真人汉服，然后来到我们节目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作品喜欢上汉服，了解汉服。那您是不是搞这个造型工作的造型师啊？我是摄影师。然后我平时需要化妆的时候，会找化妆师的朋友去帮忙做这些。这样的但是这个老爸的造型每一次都有惊喜啊，尤其是一变过来的，用了光之后，就找好的那个角度和场景，拍得特别好，非常专业。谢谢。是爱好者还是职业的摄影师？爱好者，自己现在也在接拍这些东西。那说说您曾经这个做过什么职业呢？跟这个演戏有关吗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资深的老戏骨啊，对吧？我是在苏州干木匠。木工做红木家具。这是我爸，一名木工师傅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工作了20多年，各种家具更是手到擒来。后来有了儿子叫我做这个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嘛，然后我平时会拍一些汉服的创作，但是拍的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大家看到这种汉服小姐姐啊、小哥哥这种，然后我想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拍一些剧情片的时候，我在想说找一些年长的这个角色安排进去，但是这个时候没有找到合适角色，然后我想，哎呀，我爸不是正好是适合这个，因为从小在怎么看出你爸适合呢？因为我拍的多了，可能就是说对这个角色有一定的敏感度。你的意思就是你慧眼识珠呗？你是伯乐识千里马呗？我一直觉得我爸在我心里是很帅的，然后我觉得说他如果换上汉服，是不是也很合适？这样我以后去拍的话也很方便。哎，那我冒昧问一下，以前爸爸在家有没有穿过汉服？没有，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他拍照都很少，就是完全你的想象。对吧？他老是跟我说，他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把那个照片给我看嘛。哎呦，这是不是结婚照啊？朱时茂的感觉是不是？浓密的黑发，很俊朗。对，浓眉大眼。对，他老跟我讲，我那个时候给人家做工的时候，人家老给他介绍对象就是说十里八乡有名的俊后生。但是呢，我有印象，可能10来岁的时候，我爸已经30多岁了嘛。那个时候我的印象里，他的头发就已经不是很茂盛了，所以说。我觉得我将来可能也有这个危险。老爸30多岁的时候就谢顶了，是吧？对，他对我讲的说的是，他之前做木工，然后因为那个油漆的原因，刺激性，然后所以才头发脱的，粘到头发上了，所以是很伤毛囊。本来头发是很好的那个，确实是有照片为证，还不是一般的好。所以看年轻的这个照片啊，老爸是非常帅气的。但是我也得说，老爸之前他一直在做的是这个木匠的工作哈，他完全不懂表演，更别提当别人的面去表演，他这心里这一关估计也不太好克服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不能接受，他跟我讲了好几次，我经常就是各种理由拒绝他。平时照片都没拍过，你更别说让他穿这个衣服拍视频了。我每次跟他讲说，爸爸你过来，我给你拍个汉服的，不行。后来他没跟我讲，要过年的时候把那汉服带回我家去了。22年，就是说过年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再等他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我直接把衣服打包塞到包里，我就直接回去了。到了家里就由不得他了，我妈就会跟他讲，你帮儿子拍一下，就当去玩了又能怎么样？如果说我长得好看，哪里还轮得上你嘛？哎呦，然后我爸就勉强说，同意了。大腕能轻易出山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妈就在边上穿。
所以呢，我想问这个邹大哥，第一次穿上这个汉服，然后看到自己化妆之后，特别是这个秀发重获新生之后是什么感觉？当时还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嘛，假发一戴，那个气质就来了，那个信心，那个自信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最近开始跟我打电话说，儿子啊，最近我也不是太忙，你那边有要拍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讲，我们一次可以先多拍一点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啊，最近比较忙啊，下次吧，就是这种。哎呀，你看心态有很大变化呀。哎，那我也想问说，邹大哥你在拍的时候，家人还是他妈，包括之前认识您的一些街坊啊、邻居啊，都有什么感受？跟我一样的，刚才是一个好奇心看了之后，就是看我拍得好，他们都叫好，有的还说的只要有机会跟我一起，就是到南京嘛，还拍这个。哎呀，也报名要参加，你看刚才那拍的好，我都想参加。然后我妈就是看那个视频火了，她当炫耀一样，她要带回家给我奶奶看，然后我奶奶一看，哦，然后我奶奶又拿给我亲戚看。就是在老家的正常状态。我们不能接受这个造型，我们不能接受县老爷回家。那是奶奶对吧？啊，奶奶给亲戚们看我爸的视频。哎呀，奶奶乐成了一朵花呀！啊，然后接下亲戚都知道了嘛。无论我们孩子到什么年纪了，你看，儿子有点什么成绩，当妈的都开心。还有谁呢？还有就是我爸的同事嘛。我爸的同事就是你的同事。我的同事，我的同事看我视频给我就是说那个大拇指，就是说我做得好，感觉就是哪个人不一样哎。那东奇从你的角度呢，能感受到老爸的变化吗？能感受，从第一次拍到后面拍了很多次以后，你能感受到他这个心态上的变化，还有就是说他整个表现力。虽然就是说可能也离这个专业的还是差很多，但是从这个眼神啊，或者说神态啊，或者说他去揣摩角色的这种状态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像之前的话，我给他拍摄的时候，给他安排一个小剧情，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丞相，然后下面的人给你递来了一本折子，你看了这个折子之后，上面的事情让你很生气，然后你一拍桌子，一开始我们先是一个一个小动作，熟了之后我们再穿成一个整的。哎呦，那就说到这个剧情，老爸能不能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？县太爷来了，比如说这个关灵有冤来申诉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县太爷，我冤枉啊！我们家有个邻居叫杨帆，霸占了我们家门口的地儿，他停他们家的自行车，大殿调民，立即升堂。升堂。平身。平身我没跪下。哎，我觉得叔叔有点意思啊。作为一个从事木匠工作的叔叔来讲，我觉得您表演的是可圈可点。而且你看到他这在舞台上，他不拘束，他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享受表演的乐趣，出乎我的意料了。对，因为平时给我爸安排的都是一些没有台词的这样一次，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容易紧张没想到今天在台上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有没有希望将来可以参演一些什么电视剧什么的？谁说那个木匠老爸就不能够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？所以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不可能其实等待着我们去发现。没错。这没准哪个大导演今天看了我们中央电视台这档节目，一看就缺这样的演员，哎，没准这条路就又宽广了。那接下来您有没有进军影视界的计划呀？别忘了带着关灵了。以后有机会就上，一个是在表演上面有机会就去争取，另外呢，这个东奇有什么计划吗？我还是希望说将来能拍一部自己的这个微电影把一些自己想的呀，或者说宣传我们这种传统文化或者说汉服的这个东西，我能把它做成一个故事发出去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老爸还会是这个微电影的主角吗？肯定会有他一席之地。太好了，我觉得老爸身上是挺有这个喜剧细胞的另外一个，我觉得东奇找到了一种很好陪伴父亲的方式。对，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随着我们自己慢慢长大，爸爸妈妈变老，会感觉和父母之间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。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年轻人不想陪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去陪。但我觉得东奇其实今天给大家
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，找到一个你也喜欢，对，老爸最开始能接受，但是他后来他会喜欢，两个人都共同有兴趣的事儿，确实一起去做这件事儿。那你想，回到家里边，你们爷俩的话题肯定很多呀。哎呀，我觉得今天这个镜头没拍好，我觉得我明天还可以拍那个角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可以延展很多的话题。因为确实，自从带我爸去拍了这个视频嘛，然后有很多机会，带着他去全国各地去跑，然后就是像我爸，他也是第一次坐高铁，然后第一次坐飞机，然后第一次去游乐园，很多这种第一次，感觉就是像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带着我的那种感觉，他像个小朋友，我像个大人一样带他去见识这个世界。他经常跟我讲一句话说，他没想到到了这个年纪了，还能享受到这样世界的这个美好。对。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，他就已经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。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相互的爱啊，正是因为你心里有爱有家人，然后才使得你在无数的摄影师当中脱颖而出，你现在成为爆款。所以才有那句话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所以希望在今后陪伴老爸的岁月当中，爷俩能出更多的精品，更多的爆款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好，好，谢谢。